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家庭，吃年夜饭有一个主角是必不可少的，那是什么呀？饺子。对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挑战，是一场关于饺子的心理攻防战。我们请来了2位在挑战不可能舞台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来完成这样一项非常特别的挑战。掌声有请我们的2位挑战者出场。郝老师好，欢迎又回来了，欢迎2位，欢迎2位。2位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卢文健，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大家好，我叫吴月波，我是一名国家职业心理医生。孙杨见到2位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吧？因为你好像在2位面前都曾经精神崩溃过。我没有崩溃。孙杨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心理实验的对象，因为他经常自己主动放弃防线。如果2位相互之间去分析对方的心理，去判断对方的行为，会不会难度更大？肯定会更大，肯定会更大。因为我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微表情，他可能会解读错误。今天这个挑战比较困难，他们2个都很熟悉对心理学，所以今天这个对抗，我相信会非常精彩。所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挑战的规则。我们今天现场会制作30种不同馅儿的饺子，2名挑战者以抽签的形式，随机从30种馅儿中抽取1种来试吃，并且再以抽签的方式随机选取蘸料。我们给他们准备了4种蘸料。试吃结束以后，2名挑战者通过3轮的博弈去获取对方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必须准确判断出对方吃的是哪一种馅儿的饺子，而且是蘸的什么料。只有这2个情况全部回答正确，才算挑战成功。2位挑战者明白我们的挑战方式了吧？明白。那就请2位到挑战椅先做好准备，有请。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为2位挑战者戴上耳机和眼罩。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的5位特别的挑战助理出场。欢迎5位厨师。今天大年30，还要辛苦5位来到现场帮我们包饺子，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请各位开始包饺子。既然是大年30，年夜饭应该是全家一块儿包饺子。所以我们3位评委老师，咱们一块儿吧。可以，没问题。来，我要3鲜的。我一眼就能看出谁会包饺子，谁不会。你不用问我问题，我不会。因为永清老师这个包的不错，小元宝一样，非常漂亮。你没包过饺子吧，孙杨？包过。大家看孙杨包的这俩饺子，像不像潜水用的那个脚蹼？都带着他的职业特点。哎呀，好巧哟！为什么所有的厨师用的都是海天蚝油呢？我们这里放了蚝油没有啊？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已经提前把饺子准备了一部分，上饺子喽！3鲜馅儿的。
掌声感谢我们5位厨师，谢谢5位辛勤的劳动，谢谢，给5位拜年了，过年好，新年快乐！开席，李博士动筷子，动筷子，动筷子，博士我们小辈的就可以动了。这鲅鱼是您包的吧？我包的。我先吃一个。先尝尝李博士包的这个鲅鱼馅啊，就是馅儿放太少了，只有皮儿没有馅。什么叫只有皮儿没有馅儿？包的最胖的就是我这三鲜馅儿。我吃的这是个面坨吗？哎，对，我们是不是还有个挑战项目啊？我好像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俩是不是还戴着眼罩坐那儿呢？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2位进入他们的挑战程序了。当然也是一块儿吃，不过不能一起吃，他们要分开吃，并且彼此不能知道对方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首先请卢文健，有请挑战助理把他的耳机和眼罩摘掉，请卢文健来桌上吃饺子。饺子现在已经都上桌了，30种馅儿，但是你不能像他们3位这样随便吃，你只能吃你抽签抽到的这种。来，这边的30个签儿是馅儿，这边的4个签儿是蘸料，抽到哪个是哪个。好，谢谢。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助理把卢文健选择的答案放在稍后吴越波要作答的区域，看看吴越波最后答完之后和卢文健当时的选择结果是否一致。接下来，有请卢文健上桌。OK，再吃2个。使用完毕。好，谢谢卢文健。为了挑战更加的严谨，我们还有请卢文健得漱漱口，把你吃掉的这个味道彻底消除。好，接下来，请挑战助理给卢文健戴上耳机和眼罩。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摘掉吴越波的耳机和眼罩。刚才在您之前，您的挑战的对手已经率先抽签，并且完成了品尝。接下来您完成同样的顺序，先抽签，然后抽一个蘸料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同样也是把吴越波抽到的馅儿和蘸料的方式放到稍后卢文健答题的区域。待会儿我们来进行验证。接下来有请吴老师上桌。这个挑战对于挑战者来讲也挺残忍的，他只能选择一种馅儿，而且这馅儿还不是他选的，是他抽的。主持人，品尝完毕。好，谢谢。同样，有请吴越波回到挑战席，同样也给你准备了漱口水。谢谢3位评委，3位可以回到评委席来观看接下来2位的挑战过程。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也为卢文健摘掉他的耳机和眼罩。掌声有请2位挑战者回到台中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3轮博弈，我们通过3轮不同形式的博弈来让你们获取对方的答案。首先，双方要进行的是第1轮博弈。
这一轮2名挑战者轮流攻守，在150秒的时间内，守方要完成攻方指定的行为，守方不能用语言回答攻方的任何问题，攻守双方不能有任何的身体接触。为了保证公平，2位通过猜拳，由胜的一方来决定攻守的顺序。在这之前，2分钟准备时间，你们可以做一些自己的提前的工作。时间计时开始，给他们2分钟，让他们先做一些各自的准备工作。我这2分钟的时间，我必须要把桌子上面的30盘饺子搞清楚。那可能卢文健老师在选饺子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有一点点迟疑，或者会有一点微表情和微动作，我就能够捕捉到。那2分钟更多的闪现在脑子里面的不是饺子馅儿，也不是酱油醋。第一件事情就是剪刀石头布的问题。为什么要在剪刀石头布要赢？因为话语权在我手里，我有权利选择进攻还是防守。5、4、3、2，时间到。首先，双方要进行的是第1轮博弈。2位通过猜拳，由胜的一方来决定攻守的顺序。就我从剪刀石头布上就已经开始去把我的战略融进去了。我第1轮可以输，但是第2轮和第3轮我要把主动权抓在手上。2位现在可以开始通过猜拳。石头剪刀，剪刀在剪刀石头布里面第一次出现是最小的。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第1轮猜拳，卢文健拿到了一个主动权。你想自己是先以守为攻，先防守。我就是想先进攻，先打乱他的节奏，我就能够占有主动权。他是第1个出战，他顶着压力，他的焦虑感一定是要更强于我。接下来150秒计时开始。卢文健老师，请您到桌子边上来，将您桌上的手提板拿下。现在我需要你面对我，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我现在需要去想象你刚才所吃到的那种饺子。叫他去回忆的过程中，是强化他所吃的那种饺子。现在，请你睁开眼睛，我需要你在30款饺子当中选择一种你认为我最喜欢吃的饺子。现在我需要你面对我，请您深呼吸，吐气，吸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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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气。请你选择出，再选3种你自己喜欢吃的饺子。深吸气，深呼气，深吸气，深呼气，节奏非常快，他可能跟不上。其实我就是要导致他大脑缺氧。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有自己的思维和判断。我没有真的吸得很足，也没有真的吐得很尽。好，现在请你面对我，看着我的手指，看我眼球跟着他走的过程中，哪一刻眼皮颤抖？羊肉、羊肉、牛肉、海鲜、羊肉、蔬菜、羊肉。我在说羊肉，他那个时候有一些微微的面部表情的抽动，
然后说牛肉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其实我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已经确认了我要的答案，并不是觉得我有很明显这样的动作。好，谢谢主持人，我已经完毕。胡老师用了将近140秒的时间完成了他的进攻。那么接下来攻守双方互换，计时开始。吴老师，接下来轮到我跟你交流的环节。那么我可能会随时向你提出发问，但是你不需要去回答所有的问题，全部摇头。先摇一下，我看。OK， 非常棒。30种饺子馅，4种分类：牛肉、羊肉、海鲜、素类、素类、牛肉、羊肉、海鲜、海鲜、牛肉、羊肉。你应该摇头。接下来把您的双手伸出来，像这样，小臂90度对前后。接下来呢，我有2个指令。当我说正转的时候，您就交叉向外转；当我说反转的时候，您就交叉向内转。我们先试一次，正转，你可以加快，反转，正转，反转，加速，加速，反转，正转，正转，反转，非常的好。我不说停，您一直转，很好。正转，反转，反转，反转，正转。他就是不停地在训练我要给出是的回答，不能够撒谎。反转，我的这个转手的动作很明显是在消耗他的这个躯体上的一个体能，他要考虑我下一步是说正还是说反还是说加速。那这个时候他思考别的事情的时间就会少。你选择的是牛肉类。反转，反转。当他看到牛肉这个词的时候，瞬间顿了一下。但是从我的经验上来判断，就是所有第一次出现的破绽，我往往都会把它倾向于去认为这是一个故意，他是在表演。加速。您选择的是羊肉类。他的目光闪躲。正转，反转。素馅儿。素馅儿，我又再一次看到了一个极其不自然的一个反应。反转，太明显了哦。水波老师，您可以停下来了。还有20秒，这样，选择3种你认为你不喜欢吃的饺子，15秒的时间，快速，速度放快，非常的好。10、9、8、7，他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我的这个转动的手臂上面。我觉得羊肉的可能性会是最大的。叫我去选择3种饺子，其实我根本想都没想，顺便就选了3种。6、5、4、3、2、1。好，时间到，有请2位回到台中。彼此之间通过这一轮，他们应该已经拿到了一定的信息。这些信息究竟能不能把他们指向一个正确方向？第2轮将给他们一个验证的机会。刚才他们拿到的方向是对的吗？第2轮博弈，我们要让2位挑战者背对背，在看不见对方的情况下，只听声音轮流攻守。双方各有10个问题的机会，对方不必如实回答。为了公平起见，仍然还是先通过猜拳的方式，由胜利的一方决定攻守顺序。第2人背对背，他看不到他脸部的身体的微表情，只能从他的声音，所以他问的问题，先问几个固定的问题，答案是一定知道的，然后听他的声音语调，然后突然问几个关键问题，看有没有反应。来，石头剪刀布，这一次吴老师拿到了决定权。您想先发问还是先回答？先回答。他先提问，我就可以从他问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当中来找到一些线索。他是怎么思考的？他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防守那一方可能会稍微的倾向于有利，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修饰嘛。 2位背对背站好，10个问题现在开始。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红色用来象征喜庆，还是黄色用来象征喜庆？红色。那您看董卿评委身上的衣服是红色还是黑色？黑色。那这个时候，我认为他说黑色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地方，因为很明显就让我捕捉到，哦，这个人说谎话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就是在扰乱他。那么红色使您感受到的是压力还是喜悦？喜悦。如果您现在正乘坐一辆巴士、公交车，那么您会选择前排的座位坐下，还是后排的座位坐下？后排。当您面临人生的挑战的时候，您会倾向于用酸、甜、苦、辣哪一种描述您内心的感受？辣。在下面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所谓饺子的问题上面去。假设呢，现在需要让您选择出来一种您喜欢的饺子馅儿，推荐给李昌钰博士，那么您会选择以下哪种饺子馅儿？黄金牛肉咖喱，第二个是麻婆豆腐，第三个是芥菜羊肉。麻婆豆腐。岳波老师，为了缓解您与孙杨评委 PK 之间所承受的这种压力作用，那么你会倾向于食用以下哪一种饺子？第一，麻婆豆腐；第二，黄金牛肉咖喱；第三，茴香羊肉。麻婆豆腐。岳波老师，你会发现今天的饺子馅儿搭配非常有意思，茴香可以搭配羊肉，芥菜也可以搭配羊肉。那你选择的是芥菜羊肉还是茴香羊肉？芥菜羊肉。我要用真诚去戳穿他，我就不断的去暗示你，我选择的是芥菜羊肉。你信还是不信？对于他来讲，下一步他要往哪个方向问呢？他会不会把羊肉这件事情也拿去问呢？在那个问题上面，其实我有点惊喜，但是又有点慌。惊喜的就是他说出了这两种羊肉当中有一个很可能是他吃的，因为他有投射。但是呢，他也把我吃的那种羊肉馅给说出来了。我的提问完毕，邵老师。谢谢。接下来，攻守双方互换。卢文健老师，刚才您问我吃了茴香羊肉还是芥菜羊肉，请问您吃的是什么？芥菜羊肉。您一般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会走在他的左边还是右边？左边。我现在希望您能够想象，牛、羊、海鲜、蔬菜，请告诉我，您的脑海当中如果出现了羊，它是画面还是声音还是感觉？声音。李昌钰博士在破案，到底谁动了他的饺子？最有可能动他饺子的是卢文健、吴岳波、小撒老师。吴岳波。晚上您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开始数1个饺子、2个饺子、3个饺子，接着你就很饿了，想吃饺子。你最有可能吃的是什么饺子馅？羊肉饺子馅、牛肉饺子馅、海鲜饺子馅、蔬菜类饺子馅。蔬菜类饺子馅。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绕开饺子的话题，这会让我感觉他特别在这个时候焦虑了。当他出现了这个芥菜羊肉和茴香羊肉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整个的方案全部都修改了，最短的时间里打乱他的节奏，让他慌乱，所以我就可以抓到我要的信息。过年了，董卿老师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饺子，我们一起去菜市场。您觉得我们要董卿老师他买什么样的饺子馅会最好呢？芥菜、胡萝卜、茴香。胡萝卜。我现在需要你想象一个画面，我正在学孙杨老师游泳。您觉得游泳池里最有可能装的是什么？空池子、醋、酱油、酱油加醋。醋。您吃的饺子馅里面放了海天蚝油，现在您吃的是羊肉类的饺子。如果你要蘸酱，你会选择海天牌的醋
还是海天牌酱油，还是海天牌醋加酱油？海天牌醋。我们主持人小邵老师这么辛苦，可能饿了。我这里有3种饺子，如果让您选择，您会选择哪种饺子馅给小沙老师呢？毛芹菜羊肉、胡萝卜羊肉、芥菜羊肉。胡萝卜羊肉。好，10个问题回答完毕。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最后一轮巅峰对决。双方要通过第3轮博弈来获取你们最终的答案。双方通过快速互相问答的方式正面交锋，锁定各自的最终答案。共有3分钟的时间，首方只回答是或者不是，2位仍然还是要通过猜拳，由胜的一方来决定攻守的顺序。2个面对面近距离的，就是主要问到关键答案，看他的微表情。来，石头剪刀布。吴伟博老师，您先回答还是先发问？先发问。我通过进攻的方式，先给他一定的压力，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漏洞被我抓住，我就可以100%确定，那他选的是什么？我给自己制定的战略是防守为主，诱惑为辅。自己把衣服脱掉都是一种暗示，因为那个时候我脱了衣服，就是告诉他我是坦诚的，所以我面对他的时候，我要他相信我说的话。这个方面也在暗示他，你也要对我坦诚。那一刻我非常淡然，我看你怎么来。好，3分钟，由吴岳波先发问，计时开始。卢文健老师，您觉得董卿是不是很美丽？是。您觉得孙杨老师跟您 PK 是不是您的胜率更大？是。卢文健老师，您觉得孙杨老师是不是奥运冠军？是。吴岳波老师，您觉得孙杨老师跟您 PK 是不是孙杨老师胜率更大？是。卢文健老师，您觉得李昌钰博士是不是神探？是。我在问卢文健老师问题的时候，我会同时打响响指，是因为我让他回答的问题，他一定会回答是。很无意义的一个动作，他在给自己打节奏嘛。当我不停地在他说是的时候打响响指，那我在问他饺子馅的时候，我同时打响响指，他呢就会被我暗示，他可能会回答一个真实的答案。我觉得他的打响指就跟他的让我做深呼吸一样，根本没有进入到一个有效的范围。如果说他要去撒谎啊，那么我也可以打响响指，他就会出现一些微表情被我解读到。吴岳波老师。吴岳波老师，那么您觉得您选择的是不是牛肉类的饺子？是。卢文健老师说话的底气明显有一些不足，我在猜想他是不是对我选择的是什么馅不太确定。请问，您觉得今天你是不是会挑战成功？是。吴岳波老师，您是蘸了醋吗？是。卢文健老师，您是吃的羊肉类的饺子吗？不是。我感觉到了一个扰乱他的事情，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大幅度的动作，去让你质疑我给出你的这个答案。吴岳波老师，您是蘸了醋吗？是。卢文健老师，您是蘸了醋加酱油吗？是。吴岳波老师，您是不是什么都没蘸？是。卢文健老师，您是不是吃了芥菜羊肉？是。吴岳波老师，您是不是什么都没蘸？是。卢文健老师，您是不是吃了胡萝卜羊肉？是。吴岳波老师，您是不是蘸了酱油？是。卢文健老师，您是不是吃了芥菜羊肉？不是。吴岳波老师，您是不是蘸了？他问的我任何问题，我都是，我要将他整个心理全部击垮。卢文健老师，您是不是吃了芥菜羊肉？是。吴岳波老师，您是不是吃的胡萝卜羊肉？是。卢文健老师，您是不是吃了醋加酱油？是。吴岳波老师，您这么喜欢问我羊肉，是不是您吃了羊肉馅的饺子？是。他瞬间脸微微的侧向，他把一只耳朵隐藏过去，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闪躲。
卢文江老师，您是不是吃了芥菜羊肉馅？是。吴月宝老师，您是不是吃了羊肉馅的饺子？是。卢文江老师，您是不是最后确定自己是用筷子夹起了芥菜羊肉？不是。吴月宝老师，您是不是吃了茴香羊？时间到，谢谢两位。两位3轮博弈全部完成。那么究竟两位在刚才的3轮攻防结束之后，是否能够得到答案呢？我觉得在这一轮当中，他要想在我这收集到什么信息是特别难的。我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表情和动作，他是挺想要去演绎一些事情出来，给我造成一定的压力。双方已经把答案写在了各自的答题板上，有请挑战助理收取两位的答案，并放到我们的验证板上。现在两位的答案已经封存在了我们的验证板上。接下来3轮博弈之后，最关键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开始验证答案。首先，我们来验证卢文健回答出的吴月波所吃的饺子馅儿和蘸料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目标，也就是当时吴月波到底选择抽取的是什么馅儿和什么蘸料。他要想在我这收集到什么信息是特别难的。我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表情和动作。在第一轮呢，我觉得羊肉的可能性会是最大的。您选择的是牛肉类，瞬间顿了一下。您选择的是羊肉类，他的目光闪躲。素馅儿，素馅儿。我又再一次看到了一个极其不自然的一个反应。其实我就是在扰乱他。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在第2轮问题当中，他提了很多羊肉，毛芹菜羊肉、胡萝卜羊肉、芥菜羊肉，他就没有提茴香羊肉，没有。他选择的是茴香羊肉，而蘸料方式是。吴月宝老师，您是蘸了醋吗？是。吴月宝老师，您是蘸了醋吗？是。他的声调的提高在告诉我，卢文健，我要让你听到，我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那这个刻意而为之的事情，我一般都不会去相信。吴月宝老师，您是不是什么都没蘸？是。吴月宝老师，您是蘸了醋吗？是。不蘸。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卢文健给出的答案。茴香羊肉馅儿对了。哇！不要着急，来看蘸料必须全部正确才算。正确。厉害！现在搞得我好紧张。请挑战助理揭开卢文健当时抽签的结果。羊肉、蔬菜、羊肉。我在说羊肉，它那个时候有一些
微微的面部表情的抽动，然后说牛肉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其实我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已经确认了我要的答案，并不是觉得我有很明显这样的动作。那你选择的是芥菜羊肉还是茴香羊肉？芥菜羊肉。我要用真诚去戳穿他，我就不断的去暗示你，我选择的是芥菜羊肉，你信还是不信？我把30种饺子我大概都看了一遍，羊肉馅的话有将近10来种。他说出的这2种羊肉当中，有一个很可能是他吃的，因为他有投射。芥菜。羊肉。蘸料方式。卢文健老师，您觉得孙杨老师是不是奥运冠军？是。卢文健老师，您觉得李昌钰博士是不是神探？是。我在问卢文健老师问题的时候，我会同时打响响指，是因为我让他回答的问题，他一定会回答是。很无意义的一个动作，他在给自己打节奏嘛。如果说他要去撒谎啊，那么我也可以打响响指，他就会出现一些微表情被我解读到。卢文健老师，您是蘸了醋加酱油吗？是。醋加酱油，要么是不蘸，要么俩都蘸。这2位心理学家蘸了2头。接下来我们来看吴越波作答的情况，他给出的答案馅料是，哇，芥菜。羊肉。哇。但是蘸料能否准确地给出2种呢？请看答案。醋有了，只要再有1个勾。挑战成功！挑战成功！哇，怎么感觉他们挑战完，我们松了一口气？就看着这个看着也紧张哈，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很多心理悬疑片那么的抓观众的心，就是因为你这跟着他们在走，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成了参与者。2位全部都挑战成功，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再次感谢2位。2位可能也是第一次啊，尝试跟一个自己的同行，在一个公开场合进行这样一个比拼，是第一次吧？从来没有过。说句实话，我都没有去做过这样的类似的这种 PK。尝试，对，因为我的职业更多的可能是在帮助一些求助者，我可能是去了解他们、读懂他们。所以在上一期的我们做到的那个金婚夫妻，我是从读懂的角度，在微表情、微动作这些观察上面，我并不擅长。可能在卢文健老师身上，他一直以来都是常年做这方面的积累的，而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那种经验。我的感受是，当我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当我看到孙杨评委的时候，我的瞬间闪回到去年，对，那个画面非常强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一开始的这一份压力和焦虑，与其说是岳波老师给我的，倒不如说是孙杨老师给到我的。但我瞬间又觉得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对他的这种恐惧感越强，就证明我内心对于挑战这件事情恐惧感就越强。但是我觉得恰好，因为当我们走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挑战可不是要有会分阶段，或者是分一个形式，都不会，它可能无时无刻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挑战不可能的舞台算我人生的一个中转站。当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少了这一份挑战的勇气的时候，我就回来
继续尝试一下。心理医生也会有心理问题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在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困惑，包括我在内，我也会有困惑。但是并不是人生当中所有的困惑一定要去解决的。在我所遇到的很多人当中，我觉得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影子，但是却没有看到所有的影子其实都是光照射出来的。他只看到了自己不好的那一面。如果他抬起头看着光，那一定可以让他豁然开朗，他可以把自己心门打开，所有的光线全能够进来。而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着爱的，这是心理学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包括我在内。其实心理学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可能连冰山一角都不是。当然，二位的职业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心理问题被凸显出来了。所谓我们要全民健康，才有可能全面小康。所以也希望二位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不断努力，能够为带来一个更健康的社会，带来一个更平安的中国，做出你们的贡献。加油！有请吴越波、卢文健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挑战不可能新春盛典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有请我们所有的挑战者，还有我们的3位评委来到舞台中央。新年新岁，新的一年有机遇，更有挑战。新的一年，我们还要一起奋斗，一起奔跑，一起追梦。新的一年，挑战不可能将继续陪伴着各位，为中国加油，为挑战喝彩。最后，让我们一起祝全国的电视观众新春快乐！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哈哈。